Hello， 大家好，小岛来了。上次制作月牙影片的时候呢，才惊觉我第一次使用酒精饭盒炉，到现在已经使用了3年了。很多小伙伴曾经问过我，为什么会想到用这样的小酒精炉来烹煮呢？这呢是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我还是露营新手，有看那一期吗？2019年11月份，新手不要露营那一期，我在商场的平台那边搭帐篷，保安一直觉得很纳闷，看见同事有很多那种缩小轻量化的户外用品，我觉得特别好奇，于是就借来了一车，然后就在教室的平台那边玩了起来。发现呢，我不怕黑，但是在安装卡式气瓶的时候的泄气情形和点燃气炉那个瞬间的气泡音那砰，我觉得好恐惧啊！隔天我就将情况呢说给 Kevin 老师，于是他将办公桌上的熏香木盒打开。取出里面的阻燃棉，然后卷起来，放到一个铁盒里面，说你加酒精试试看。我当时的表情就是哈，这里面的是阻燃棉，目的是不让它燃烧的。然后我觉得很疑惑，我就照做了。奇迹出现，没有砰一下那种气爆的，而是那种缓缓的燃烧，也没有煤气外泄那种紧张的问题，就放一旁，轻轻松松的煮出了一盒饭。这也太好用了吧！不过当时使用的是正常的阻燃棉，本来就不是针对燃烧用的，所以会有一些红环火，然后不完全燃烧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些异味，还有饭盒有一些烧黑了，所以呢尚有一些小缺点。一番操作下来，激发了我研究设计的热忱，然后我就问 Kevin 老师，这叫什么炉啊？而且煮饭还不会糊锅，解决了很多卡式炉煮饭的痛点。他说，既然是针对我的状况需求来的，而我呢又想推广分享给大家，那就叫小岛饭盒炉啊！就这样决定加入工作室，开始创作，正式入坑。关于小岛饭盒炉，后来工作室陆续寻找各工厂，针对燃烧的需求方向定制，将阻燃煤会产生异味、有害燃烧物的成分排除。工厂也协助尝试其他组合的可行配方，再经过多次样品不同的厚度、密度调整，然后再一个个点火测试。仿品炉喷烟严重，估计杂质成分比较多，会造成体验不佳，产生误导。定制针对控制燃料释放的速度，达到完全燃烧、稳定燃火、不黑锅。细节都很要求，就连节能孔、开孔，我们都配合整体做好多尺寸的研究。出火口平整的切割工艺不会轻易割伤手，每个盒体都做过手工紧密度调整，不易漏火。未调整过的就会这样松垮，燃烧后会有4周漏火现象。看似简单的小岛炉，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才定案成型。
现在有些细心的小伙伴会发现，我们的材料包里面有2种不同规格的防火棉组合在一起，就是为了产生最好的燃烧效果。网络上有很多仿冒劣质产品，名称、图片、文案都盗用我们的。有些小伙伴因此踩雷造成误会，直到用回正版才找回良好的使用体验，这样多注意。也非常感谢很多小伙伴常来提醒我，艾特我说有人抄袭，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与爱护。最近我们又开发出月牙版本，可以多段火力调节，适应更多烹煮需求，更省燃料。上次介绍过爽在 Chenja 上的风暴系列，这期就来介绍月牙小打炉 1.2 和 2.2 版本。先看看月牙小打炉 1.2， 是建立在 1.1 节能孔版本上，调火片推到中间倒出，立即恢复 1.1 节能孔版。原片轻推，这是月牙模式。再来看看月牙小打炉 2.2 版，调节片可以完全密合关闭，轻压侧推，这是月牙模式。出火口及调节片平整的切割工艺，可以顺滑无极调整火力。请朝原点反方向推动，闭合也不会掉落。来看烧过的小打炉会比较明显，推到底约关闭了1/3火焰。如果把月牙片取出，就是 2.1 节能模式，盖子全开就是大火模式。倒入25毫升酒精，也可以把月牙片取出，方便倒入。烧一壶500毫升的水测试，出火是月牙火焰。哎，怎么全部覆盖了？哦，又变回月牙火焰。放上，哎，自行覆盖了。从侧面再看一次。哇，是自动分布均匀，中间变空心火焰，很省燃料。小火模式大约10分钟，水沸腾啦。取出，继续观察。燃烧时间26分钟，有效火焰24分钟。这时间及火力曲线意味着足够大饭盒米饭烹煮，而小饭盒只需要10到15毫升酒精，省很大。喜欢泡茶的小伙伴也可以得到更多实践的微沸热水。Nice。好，来测试月牙 2.2 小打炉，用关闭1/2模式。漂亮的蓝色月牙火焰，不浪费燃料，来煮盒米饭。25毫升酒精，燃烧时间约26到27分钟，有效火焰26分钟。火力曲线，大饭盒米饭烹煮当然没问题，小饭盒一样，只需要10到15毫升酒精，长时间微火卤肉也可以啦。今天用它来煮，方形的，既是饭盒又是方锅，这样受火面积很集中。今天风比较大，加个挡风板。卤鸡块，南瓜已经放进去了。大蒜3个，洋葱、生姜、酱油，因为是卤，多放一点，白酒加一点，胡椒粉随意，盐大概撒一点。这是葡萄干。再浇点油，天冷了。煮一会儿，
水已经流出来了。今天的主食是馒头。诶，我的南瓜呢？哇哦，鸡肉好嫩的感觉，南瓜都化成泥了。你先吃，我再吃。好烫，超嫩的。可以边小火加热边吃，一直都吃到热腾腾的，超赞！入口即化。小岛饭盒炉全面升级月牙。今天就介绍到这里，我们也会持续努力开发研究，找到更多户外烹煮乐趣分享给大家。好了，下期我们再见，拜拜。